大家好，今天在外边跟大家聊一聊。刚才还有太阳的，一转眼就没了。哎呀，这个山姆奥特曼的事啊，确实是比宫斗剧还要精彩，是吧？现在大家都在关心 OpenAI 到底有多少员工啊？一会儿说700，一会儿说750，一会儿说705，是吧？不管多少员工吧，一多半的人呢表示呢要跟随奥特曼出来，向董事会写信。那这封信啊，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吧？里边有两个，一个是代理 CEO， 一个是那个伊利亚首席科学家啊，两个人都签名说，哎，我们反对这个决定，反对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这个事儿也挺好玩的，是吧？这里边啊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说，奥特曼真的有这么大影响力吗？他一个人啊，能带走公司80%到90%的员工，那这个人太了不得了。也有人说呢，这里肯定有阴谋啊！他怎么能不正常啊？一个老板走了，就能带走这么多人吗？实际上呢 ，OpenAI 啊，这个之所以这几年啊，尤其是疫情前后这么出名的，这个山姆奥特曼跑前跑后啊，他很多的公开场合都是他出席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公众的符号，这么一个 logo 呢，被大家所认可，带来他个人的这种公信力也好，个人的名望也好。这个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啊，这在哪个企业都是这样啊。他保外的外边人知道吗？但是公司内部的人不一样啊，公司内部的人对他这么支持，和我们外边这些吃瓜群众那是两回事。所以这里边就是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职位权利和非职位权利，奥特曼是没法左右董事会，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他有很大的这个非职位权利。就这种在民间的这种公信力，在公司内部的这种公信力。那现在呢，奥特曼看起来是确定要加入微软了。那加入微软之后啊，这个奥特曼这匹像匹野马一样，会不会被驯服？那之前呢，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现在还都在往外冒啊，不一定是真的。一个是说呢，伊利亚后悔了。那伊利亚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他被当枪用了，被别人自己背上了这个恶名，所以呢，他要把这个恶名给解释明白，不是我搞的，是 Quora 那个首席执行官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GPTs 啊发布之后啊，就侵犯了 Quora 以及就是它的几个产品相冲突，相当于说GPTs 也好啊 ，GPT 商店也好啊，出来以后呢，会压平一大片的小微初创企业，也包括 Quora 他们正在搞的这些产品，所以呢，就不满了啊，可能在私下和奥特曼沟通过，或者是以董事会的某种方式咨询过，但是奥特曼看起来是一意孤行，一定要推出 GPTs， 一定要推出这个商店来，于是就侵犯了 Quora 那个叫什么，叫他的利益，于是呢，他就让伊利亚当枪使，在董事会发难，把奥特曼给干掉了。那现在这个也是传闻，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现在奥特曼到底是什么原因被干掉的，还很难说。但奥特曼走，以及大量的 OpenAI 的员工走，已经是事实了。所以现在呢 ，OpenAI 会不会成个空壳啊？那有人说，那只要数据在，模型在。很快呢，没准会推出下一代的 4.5 的这个模型 ，OpenAI 呢还会再登上巅峰，是吧？另外一个说法呢，说 OpenAI 正在和 Cloud 啊，就是 Cloud 那个公司叫什么 Anthropic， 就是和他们正在谈合并的事儿。那对方呢肯定是拒绝了，因为那哥们儿本来就是从 OpenAI 出去的。我最近用 Cloud 用的还是不错的，我感觉，起码说符合我的基本需求啊，我需求不多，主要是文字处理。再一个就是论文的解读啊等等，本来是想的 Cloud 我也买一个 Plus 是吧？现在看看不用了，GPT 看起来还是不能说风雨飘摇吧，近期的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再一个呢，就是从这次的这个OpenAI 呀这么大的这个变故来说呀，就看这些初创企业的管理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昨天还前天咱们录那一期就说过，说埃隆马斯克走就是因为理念不合嘛。这个 OpenAI 这帮人啊，现在留到现在这帮人要盈利啊，马斯克说咱不能搞那盈利是吧？那现在这个
这次传出来的最早的也是说，奥特曼要更激烈的更激进的市场化，而其他人反对这个。实际上你说这里边有什么好人坏人吗？我觉得这个不是企业内部还真不是好人坏人之争，就是一个理念之争。什么理念之争呢？就是你认可的那个东西，你在坚持的，但是别人不一定坚持了。那现在假如说伊利在董事会投票的时候确实反对奥特曼，那公司的一多半员工实际上是和奥特曼的激进化的商业路线是站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奥特曼就错了呢？那谁也不知道啊。另外这个伊利一直有消息说他认为 ChatGPT 已经产生了真正的 AGI 了，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那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自己的臆想，还是有什么证据呢？都不好说。不过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亲者痛仇者恨的事儿那亲者呢也趁机咬一口是吧？微软呢如果接纳了这个数百名的 OpenAI 的员工，那可以说微软是没受太大的损失，虽然股票跌了点是吧？毕竟是接纳了 OpenAI 的大部队，哪怕 OpenAI 将来出了问题，他自己另起炉灶，也对他也是一个很大帮助。实际上，大模型发展到现在大量的用户数据确实是最关键的。那现在呢，就是包括 OpenAI 在内，在这个数据隐私各方面，实际上它从这个私有化变为盈利公司的时候呢，就面临一系列难题。它不像做图片这个 AI 的，像Adobe 这个Photoshop 那个 Firefly 对，像 Firefly 那样的可以比较简单的和创作者社区进行沟通交谈 ，case by case 的打官司。你现在 OpenAI 用的是全世界的通用的所有的数据，那你训练这个东西到底它的产权应该归谁呀？现在看起来呢是归这家商业化的公司，甚至大部分呢是被微软给拿到了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后边微软的对 OpenAI 的之间关系它的转变是一个最微妙的事儿。下一步如果微软和 OpenAI 的合作出现一定问题，那 OpenAI 可能将来就都真的有新的问题了。但是呢，不排除OpenAI 就是 ChatGPT 4.5 会更踱步更卓越，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行了。我今天在聊天群聊的时候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奥特曼能带走700人，传说中的700人500人也好就是为什么他能这样？很多人觉得就不可信，或者是有阴谋，这样的人他不就是有点是公贼了，或者是他有点他把这个企业内部全给挖干了嘛？那你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你不是呢？这是一个特别诛心的话题为什么人家当领导就能那么吸引普通的员工，而你就不行呢？所以获得这个基层的真心的拥戴不是一句空话。这些向董事会发公开信的这些普通员工，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很猛的，很英勇的，可以说。因为不少的人，包括有一个印度哥们儿已经贴出来了，他是拿 H1B 的签证，正在等待公司把他移民到美国呢，办绿卡呢，家人也等着呢。现在呢，他毅然决然的就要随着奥特曼辞职。那这种勇气，我觉得比那些大富大贵的最高层的那些人付出的可能我觉得更多。所以这就是OpenAI 这部大戏里边很多让人你不解也好，你不理解也好，或者是你不认可也好，但是它就实存在的，就有这么有魅力的人物。你别管他是左还是右比如说一个奥特曼8岁变成16岁出柜向父母是吧？那这么一个同性恋者，他是不是自带左派的身份呢？那右派是不是就该天然不喜欢他呢？可能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理性的看问题的态度。那好的，关于 OpenAI 的这个肥皂剧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